只要你出去玩，杯杯都进半永久，站站都进肋骨鼻，就不想修图呀，不想 P 图。95年的美女太多了，像我们这种大龄的中年少女不做已经不行了，就想改善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来自陕西西安，我叫小杨，然后今年31岁，水瓶座。我今天主要想做的呢，就是线雕和玻尿酸的填充。素颜的时候比较憔悴，而且就这个眼尾呀、法令纹，还有这个叫什么嘟嘟肉，就比较松弛下垂。而且95后的美女实在太多了，为了让自己更自信美丽，所以我想来做这个项目。我的诉求其实很简单，第一就是疼痛能尽量的小一点，小一点，小一点。毕竟年龄大了。第二个就是审美，就是希望医生能根据我的脸型呀、我的特点，能够达到一个我想要的审美。其实你的骨相是很好的，就是皮相会稍微差一点。首先，这个年龄段自然的皮肤有一点点松弛，然后再加上中下面部的脂肪垫，它轻微的有一点点下滑。对，然后不适当的填充会造成一个整个线条感的凹凸不平，不够流畅。这个地方是挺平滑的，这一块凹进去，这一块凸出来，这一块又是凹进去的，看起来整个下巴觉得很孤立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你这一块凸出来的脂肪垫、下滑的脂肪垫给你复位来，把面颊的凹陷填起来。然后这个地方还缺一点点少量的玻尿酸填充，把这一块线条补柔和。额头这一块凸起的玻尿酸，我们通过放松你的皱眉肌，让这一块玻尿酸在眉间脂肪垫这一个腔隙均匀的待着。就是看着整体就会线条更流畅一点，然后这个地方也就不会显得好像很凶，很凶。对，你说对了。我就总觉得我自从额头弄完以后，老感觉好像不够温柔的感觉。这个地方填充了玻尿酸，但是在1年之前我就现在做线雕，它会影响吗？现在摸着还是有玻尿酸在的。反正你都是花钱打了罪也受了，尽量能保就给你保住。好，然后提上去之后，假如它影响整个线条感和流畅度，咱们就融；假如说不影响的话，就让它这么待着吧。行，好的。我先做一个 Flat Plus， 然后过1周你再过来做线雕和玻尿酸，还有皱眉肌的除皱。那我就交给你了，相信你的审美。刚才跟这边的张主任说过以后，我觉得他给我定制的方案我很放心，也基本是我所有诉求的一些解决的方案，反正还是挺期待的。我们的治疗非常顺利，它全面部的线雕做下来之后，又拿了一支玻尿酸填了一个下巴衔接，然后再给它打了一个川字纹的除皱，中下面部给它放了5根大 V 锯齿，中下面部的脂肪垫的一个上移，它的夹凹会有一个改善。打了下巴衔接之后，这个地方形成一个很柔和的线条。之前他提到过的太阳穴做过了玻尿酸的填充，所以我在设计上的话是把线放在它的玻尿酸最集中的团块后边的，这样子的话避免线把主子带上去之后把玻尿酸顶出很奇怪的形状。挺满意的，反正整个过程也挺轻松的。本来就是现在刚打完麻药，可能看起来没有表情，是因为麻药还没有散，反正整体还挺好的。第3天，也就是包含的话是第4天，这是我目前的一个效果，一点不影响上班。就是你笑的时候，就表情比较夸张的时候，可能会比较崩，然后晚上睡觉呀，这样偏的时候尽量不要偏，就尽量医生教的要平躺。就是侧着的时候，可能会走线的这个地方这一块，它可能会有点疼。然后大家都说我的脸型看着很好，
然后我以前最关心的就是我的法令纹，还有以前我觉得这有点印第安纹，就一道是挺有改善的。还有脸好油啊，因为我对着电脑上班，整体这个脸型改变还是挺大的。第8天，基本上睁眼，上次给大家说的睁眼，这有一个是结痂的，这边呢已经掉了，这边也是结痂了，这边掉了。然后可以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个紧致度还是挺好的，就除了我没洗脸有点油，就是整体我的脸型现在是很圆润的，然后太阳穴也比较饱满。然后当时医生给我打了一点肉毒，把我的皱眉肌改变了一下，现在我觉得我这个地方也平整了很多。然后看这笑样子，已经完全表情可以自如了，就是头皮的时候睡觉稍微有点微微的这个提拉的感觉，但是还好，就整体还是挺不错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来给大家汇报做完线雕的第30天的内容了。原谅我是一个 IT 女民工，每天对着电脑加班熬夜，这是加班熬夜连续3天后的样子。就是我本身化的妆已经完全花了，但是在我这样高强度的工作下和压力下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比如说我这是自己提拉，已经很紧了啊，但是放下来看，其实是没有改变的，也就是说这个线雕是非常成功的。然后我打了玻尿酸这个地方，现在已经30天了，它并没有就全部代谢完，而且形状还是非常的自然。然后我打了肉毒的地方，就是当时觉得我老是有皱眉嘛，就非常好，就现在已经没有前7天的那个拉扯感了，所以不管是说话呀还是表情都没有一点异物感，非常舒服。然后线条你们也可以看到还是很清晰的，这边也很清晰，法令纹很淡，我这就是长了2颗痘，可能会有点影响，就长了痘上火，因为天熬夜。整体来说，我觉得线雕是一个非常值得做的东西。就打麻药的时候会有一点丢丢的疼，之后再没有什么了。就我觉得我应该是全网最真实的报告了。